最近剧荒的朋友们，你们的电子榨菜终于有着落了。就在前2天，也就是2026年6月9日，备受瞩目的 S 加级古装大剧《莫离》终于在 CCTV 85间档和腾讯视频同步上线了。说实话，这剧还没播的时候，预约量就一路狂飙，突破了546万，这热度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待遇。不过呢，今天咱们先不急着聊剧情，毕竟好饭不怕晚，我想先跟大家好好盘一盘这部剧的灵魂，也就是它的影视原声带 OST 阵容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看 S 加大剧 OST 早就不是简单的背景音了，它是剧集情绪的放大器，是观众入戏的听觉锚点。莫离这次放出的 OST 大招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，尤其是周深和白鹿的第6次合作，简直是内娱影视 OST 界的一段佳话。今天咱们就泡杯茶，坐下来好好聊聊这张堪称声音剧本的莫离原声带，看看它到底凭什么还没播就先声夺人一，周深新世界与六搭情缘，宿命感直接拉满。咱们先来说说这张 OST 里的王炸，由周深演唱的主题曲《新世界》。这首歌在6月6日0点就在 TME 各大平台准时上线了， MV 也在上午10点同步释出。我第一时间就去循环了好几遍，说实话，听完的第一感觉就是周深还是那个周深，一开口就能把你的天灵盖给掀翻，那种直击灵魂的穿透力真的是内娱独一份。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特别有味道，赴远山，赴星辰，天地间焕然一新，这几句核心意象一出来，那种挣脱过往泥沼，奔赴新生的宿命感和成长后的释怀，瞬间就立住了。周深的嗓音本来就空灵通透，在这首歌里，他开篇的低吟浅唱就像是月下私语，娓娓道来，到了副歌部分，嗓音瞬间开阔，把剧中角色那种隐忍挣扎，绝境中依然要奔赴的心境，完美的揉进了旋律里。听这首歌，你脑海里真的会自动浮现出主角在风雪中逆风前行的画面，难怪有网友评价说周深的嗓音是逆风可行，山海可平，这话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更绝的是，这已经是周深在2026年唱的第10首影视 OST 了，而且这也是他和女主角白鹿的第6次影视歌曲合作。对，你没听错，第6次。咱们来回顾一下他俩之前的舞搭，为宁安如梦献唱的借梦，为以爱为营献唱的过客，为白月繁星献唱的相拥不放，为北上献唱的消散人潮，还有为唐宫奇案之轻雾风鸣献唱的迷宫。每一次合作，周深都能精准捕捉到白鹿所饰角色的灵魂，难怪网友们都在调侃，真是铁打的周深，流水的男主啊。这话虽然是个梗，但也侧面说明了周深和白鹿在音乐和角色塑造上的极高契合度。白鹿本人对周深的评价也特别高，他曾盛赞周深的歌声为角色塑造注入了底气与安全感。从专业角度来看，我特别认同这个说法，因为周深的声音具有极强的叙事感和包容度，他不仅能唱出角色的脆弱，更能唱出角色骨子里的坚韧。这种声音特质，对于白鹿这样需要在不同角色间切换，且角色往往带有悲情或成长弧光的演员来说，简直就是最好的声音护甲。每次听到周深唱白鹿的剧，观众心里就会有一种稳了的踏实感，这种长期合作建立起来的听觉默契，是其他歌手很难在短时间内替代的。10位歌手8首作品 OST 全阵容深度解析。当然，一部 S 加大剧的 OST 不能只靠一首主题曲撑场面。6月8日，莫离官方正式公布了完整的原声带阵容，除了周深，还集结了另外9位歌手，总共演绎了8首作品。说实话，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有点小惊喜的，因为这套阵容没有盲目追求全流量，而是非常注重歌手声线与角色的匹配度，整体质感非常在线。首先得夸夸郁可唯，她演唱的是女主角叶离的人物曲《见幸福》。郁可唯的 OST 女王称号真不是白叫的，她的声线那种特有的细腻和温婉，太适合诠释女主内心的成长与蜕变了。听她的歌，就像是看着叶离在经历风雨后，终于在自己的新世界里看到了幸福的曙光，那种娓娓道来的治愈感，真的绝了。接下来是重头戏，白鹿和男主程磊亲自对唱的情感曲《方寸之间》。这首歌在6月3日就先行上线了，算是给剧迷们发了一波提前福利。这首歌展现的是叶离与莫修瑶从互相试探到生死相守的甜蜜羁绊。白鹿在直播里透露说，这旋律一响起，他脑子里全是剧里的温馨画面。从听感上来说，白鹿清甜细腻的高音和程磊醇厚低沉的低音形成了完美的互补。两人虽然不是专业歌手，但在轮唱时的无缝衔接和合唱时的和声咬合居然出奇的完美，那种剧中人亲自下场发糖的沉浸感，是专业歌手很难给到的。袁娅维和张远这对实力派合唱了情感曲吻合，
T.A. 袁娅维的高质感转音和张远极具故事感的嗓音碰撞在一起，把剧情里那种拉扯的氛围烘托到了极致。朱星东演唱的莫修瑶人物曲《熟》，则用他特有的沧桑和力量感，精准刻画了男主深沉隐忍、背负宿命的另一面。至于插曲部分，苏诗丁的《来日方长》、潘韵琪的《爱》，不止如此，以及蔡奇的《归命人》也都各有千秋。苏诗丁的戏剧张力，潘韵琪的清新灵动，蔡奇的沉稳大气，把剧集里不同场景、不同情绪的需求填补得严严实实。整体听下来，这8首歌就像是一个完整的声音剧本，把莫离双强权谋与双向救赎的内核，用音乐的方式提前剧透给了观众。编曲细节见真章，主创联动宣发玩出新花样。聊完了阵容，咱们再来扒一扒这些歌在制作和宣发上的细节。不得不说，莫离的 OST 团队在编曲上是下了血本的，真正做到了音乐与剧集的灵魂共振。就拿主题曲《新世界》来说，编曲老师非常巧妙地使用了国风编曲中的笛箫与弦乐来铺底。笛箫的悠扬自带一种东方古典的苍凉与旷达，而弦乐的加入又增加了现代影视音乐的宏大叙事感。周深的人声在这两种乐器的交织中，既有出世的仙气，又有入世的深情。这种中西合璧、古今交融的编曲思路，非常契合莫离这种古装权谋大剧的调性。再说说方寸之间，这首歌的词曲由李阳、曾地等业内大佬操刀，编曲上以柔婉的钢琴打底，铺垫出细腻的情感基调，细碎的弦乐像是在诉说心事，中间还零星点缀了一些民乐元素，把古韵衬托得恰到好处。这种做减法的编曲方式，反而更能凸显两位主演人声中的情感浓度，听起来特别舒服。除了音乐本身的制作精良，这次莫离在 OST 的宣发联动上也玩得特别溜。6月6日主题曲上线当天，白鹿和程磊双双在微博转发了周深的新歌，3位主创隔空互动，瞬间就把剧集的热度给点燃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周深还在评论区俏皮地回复白鹿：夜离，冲啊！这种带点综艺感的互动，不仅拉近了主创和粉丝的距离，也让 OST 的宣发变得生动有趣。大家都知道，周深和白鹿在《奔跑吧》等综艺节目里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私下相处默契十足。这次在多档节目里的同框宣传，不仅为 OST 增添了巨大的话题度，也让观众对他们在剧中的合作充满了期待。这种剧综联动的宣发模式，真的是把流量密码给玩明白了，既宣传了歌曲，又预热了剧集，一举两得四，市场反响两极分化。S 加剧 OST 选角的平衡术。最后，咱们来客观聊聊莫离 OST 在市场上的真实反响。随着剧集在6月9日的正式播出，这张 OST 专辑也迎来了市场的全面检验。从好的方面来看，豪华的 OST 阵容确实被视为贴合剧集双强权谋与双向救赎内核的诚意搭配。尤其是周深和郁可唯的作品，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的播放量和评论数都是一骑绝尘。多数观众和乐评人都非常认可这两位歌手的表现，认为他们的声音最具辨识度。周深那种自带宿命感的嗓音与剧集的宏大氛围高度契合，而郁可唯则完美诠释了角色的细腻内心。但是呢，网络上的声音从来都不是单一的，这次 OST 阵容也引发了一些争议，评价呈现出一定的两极分化。有部分观众和网友指出，除了周深、郁可唯、袁娅维等几位头部歌手外，阵容中的一些其他歌手在大众层面的知名度相对偏低。他们觉得，作为一部投资巨大的 S 加级大制作， OST 阵容似乎应该更顶配一些，全是大咖才对味，因此对部分歌手的匹配度存疑。对于这种争议，我个人是这么看的，其实 OST 选角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数星星或者比咖位，一部好的 OST 最重要的是合适。S 加级大剧确实需要头部歌手来扛热度、定基调，比如周深和郁可唯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，但同时剧集也需要不同特质、不同价位的声音来丰富听觉层次，塑造群像。像朱星东、苏诗丁他们，虽然在大众层面的流量不如顶流歌手，但他们的唱功和声音特质在业内是绝对受认可的，放在特定的人物曲或插曲里，反而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如果一首 S 加大剧的 OST，8首歌全是大嗓门，全是大咖，反而会让听众产生听觉疲劳，失去层次感。所以，莫离这种头部歌手带热度加实力唱将风细节的矩阵搭配，其实是非常聪明且专业的做法。它既保证了话题度，又兼顾了音乐本身的质感。总而言之，莫离的这张 OST 专辑，绝对算得上是2026年古装剧音乐里的一份优秀答卷。他用10位歌手的8首作品，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完整、立体、充满情绪张力的新世界。周深与白鹿的6搭情缘，
不仅是一段内娱佳话，更证明了好的音乐与好的角色之间是可以互相成就、彼此赋能的。现在剧已经播出了 ，Ghost 也在各大平台循环播放中。不管你是冲着周深、白鹿去的，还是单纯喜欢古风音乐，这张专辑都绝对值得你加入歌单。至于莫离这部剧最终能不能成为今年的爆款，咱们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但至少在听觉这个维度上，它已经赢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最喜欢莫离 Ghost 里的哪首歌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聊聊，咱们下期见。